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？UI 被其他元素遮挡了，你把它的 z-index 不断的调大，甚至设为6个9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最终的修复方案却在另一块看似不相关的样式中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就能理解层叠上下文，并自己解决这类问题。在这个例子中，两个 box 都处于默认文档流中。我们通过设置 foot margin 让两个 box 重叠。由于 box B 在 DOM order 中更加靠后，所以 B 的背景和边框盖住了 A 的。现在我们给 box 加上文字内容，你会发现两个 box 的背景覆盖关系没有发生变化， B 的背景依然压在 A 的背景上，但 box A 的文字却出现在 B 的背景上方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浏览器会分两个阶段，先绘制元素的背景和边框，然后才是内容。这个覆盖行为并不符合直觉，所以在需要元素有明确的覆盖关系时，应该主动的管理层级关系。在继续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：定位元素和非定位元素。我们知道 position 的默认值是 static， 如果一个元素使用默认的 position 或者 position 的值为 static， 这个元素就是非定位元素。相对的，如果 position 是 static 之外的任何值，这个元素就是定位元素。我们给 box A 加上 position relative， 可以看到现在 box A 盖住了 box B， 这是因为 box A 现在是一个定位元素，而浏览器会先绘制非定位元素，然后才是定位元素。如果我们直接给 box 类添加 position relative， 那么 box A 和 B 都会成为定位元素， B 会重新盖住 A， 因为它们都是定位元素，这时 DOM order 又决定了它们的覆盖关系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跟之前默认文档流中的情况不同，文字这次也会跟着所属元素的覆盖关系一起变化，表现更加符合直觉。这就是在 z-index 介入之前元素重叠的大致规则。我们再回顾一下，我们把两个 box 都恢复成非定位元素。在默认文档流中， DOM order 会影响各元素的背景和边框如何叠加，但背景和边框会先于内容绘制。所以现在 B 的背景和边框盖住了 A， 但 A 的文字会显示在 B 的背景上方。当 A 变成定位元素时，浏览器会先绘制非定位元素，再绘制定位元素，表现就是 A 盖住了 B。当 A 和 B 都是定位元素时， DOM order 会再次决定元素的覆盖关系，文字也会跟着所属元素一起叠放。不过只依赖定位和 DOM order 很多时候不能满足实际开发的需求，这时就需要使用 z-index 来显示的管理覆盖顺序。现在 A 和 B 都是定位元素，默认情况下 B 在 DOM order 中更靠后，所以盖住了 A。 如果我们希望 A 在上方，可以给 A 设置 z-index 1。由于 z-index 的默认值是 auto， 在比较数值时相当于0。这里 A 的 z-index 值大于 B 的，保存之后可以看到 A 重新盖在了 B 的上方。使用 z-index 时要记得，它通常要跟定位元素配合使用，也就是元素的 position 需要是 static 之外的其他值。Flex 和 grid atom 也可以直接使用 z-index， 不过对于普通元素来说 z-index 是没有效果的。这里我们注释掉 position， A 和 B 都变为非定位元素，尽管 box A 上还有 z-index， 但并没有任何效果。我们可以用 3D 空间来帮助理解 z-index。你可以把屏幕看成一个平面， X 轴是水平方向， Y 轴是垂直方向。Z 轴可以理解为视觉上垂直于屏幕的前后方向。z-index 的值越大，元素就越靠近屏幕前的你。现在来看一个更接近真实问题的例子。这里有一个 header， 它是定位元素， z-index 是2。下面的 content 也是定位元素， z-index 是1。content 里面有一个 tooltip， 它也是定位元素， z-index 是6个9。6个9毫无疑问是这里最大的值，那么为什么 tooltip 仍然被 header 盖住了呢？这就是 stacking context， 也就是层叠上下文的作用。z-index 并不是全局有效的，只有在同一个层叠上下文中 z-index 才能相互比较。在这个例子中 header 和 content 都是 position relative， 且它们的 z-index 都不是 auto， 这会让它们各自创建一个新的层叠上下文，页面的根元素也会创建最外层的层叠上下文。此时的层叠上下文结构是这样的，在最外层的层叠上下文中 header 和 content 是两个参与比较的整体， header 的 z-index 是2， content 的 z-index 是1，所以 header 会盖在 content 的上方。tooltip 位于 content 创建的层叠上下文中，所以它的 z-index 再大，
也只是在 content 创建的层叠上下文中内部排序，改变不了 content 这个整体在最外层层叠上下文中的位置。我们可以把 content 的 z-index 注释掉，这时它就不再创建新的层叠上下文，整体的结构变成了这样。tooltip 进入了页面最外层的层叠上下文，跟 header 同级比较。保存之后可以看到 tooltip 盖到了 header 上面，这是因为6个9大于2。注意这里的 DOM 没有任何变化，这里说的同级指的是 tooltip 和 header 进入了同一个层叠上下文进行比较。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会创建层叠上下文的情况，一个是页面的根元素，另一个是定位元素加上非 auto 的 z-index。实际上能创建层叠上下文的情况还有很多，在 MDN 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列表。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背所有情况，只要在发生问题时能够想到层叠上下文这个排查方向即可。即便是资深开发也会时不时碰到这些问题。最后给你推荐一个调试工具，叫做 CSS Stacking Context Inspector。它是一个浏览器插件，在排查这类问题时，它能帮我们快速回答几个关键问题。当前元素属于哪个层叠上下文？当前元素是否创建了新的层叠上下文？如果它设置了 z-index， 这个值是否参与了实际排序？原因是什么？它在当前层叠上下文中相对其他元素处在什么位置？有了这些信息，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判断问题出在哪里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